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了。之前我们学完了心住所缘先如何修这个科判，也就是呢，内心投注于所缘之前应当如何做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学习住所缘时应如何修。请大家翻开广论350页第7行，先看科判。第二，住所缘时应如何修分二：一、明心住之事所缘；二、如何心住所缘之理，出又分二：一、总戒理所缘；二、明此处之所缘。出又分三：一、明正所缘；二、显示何等菩提伽罗因缘何境；三、显示所缘一门。今出。那么第二科呢，住所缘时应如何修，它分为两科。第一呢，就是辨识内心安住之事，安住之事就是所缘。那么第二个呢，是内心如何投注于所缘的方法。然后第一科分为两科，就是一、所缘的总体论述，这里边的戒律呢就是论述的意思。然后第二呢是辨识当前此时的所缘。然后第一科又分三科，第一，显示主要所缘；二，显示哪一种菩提伽罗应当缘什么所缘；第三呢是显示所缘的一门。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科判，看原文。如世尊言，修瑜伽师有四所缘，为周遍所缘、净行所缘、善巧所缘、净惑所缘。周遍所缘呢，复有四种，为有分别影像、无分别影像、是边际性所作成办。就能缘心力二影像，初是毗婆舍那所缘，二是奢摩他所缘。那么世尊宣说了瑜伽师的四种所缘，是哪四种所缘呢？周遍所缘、净行所缘、善巧所缘，还有什么？净惑所缘。那么在四种所缘当中，周遍所缘还有四种，是哪四种周遍所缘呢？对，有分别影像、无分别影像、是边际性所作成办。那么其中从能缘的角度安立的就是什么呀？两种影像。因为第一个呢是毗婆舍那的所缘，第二个是奢摩他的所缘，所以呢是从能缘的角度来安立的。我们呢再往下看，言影像者，为非实所缘自相，为是内心所现彼相。由缘彼相正思则时，有思则分别故，名有分别影像。若心缘彼不思则而住心时，无思则分别故，名无分别影像。又此影像为何所缘之影像耶？谓是五种净行所缘，五种善巧所缘，两种净惑所缘之影像或形象。所谓的影像是什么意思呢？注意哦，现在这里边要谈到影像。那么影像呢，并不是真正所缘取的所缘自相，这里的自相呢，就是有实际呀、真实的意思。所谓的影像呢，它不是真正的实际的那个所缘，那是什么呢？是在这个心中现起它的形象，沿着这个形象而进行思则的时候，由于有思则的分别，所以是有分别影像。沿着这个形象不做思则的时候，内心止住的时候呢，由于没有思则的这个分别，所以它就称为无分别影像。如果举个例子来说，比如说举一个瓶子，那么
沿着这个瓶子呢，不做任何观察抉择，只想说这是瓶子，那么就是无分别，无分别。那么沿着这个瓶子思考说这什么颜色呀、大小啊，然后乃至说产地是哪儿的，做各种角度的抉择的时候，就是有分别。那么这个影像是什么所缘的影像呢？进一步了，是5种境行所缘、5种善巧所缘，还有2种境惑所缘的影像。或者呢，这些所缘的影像有分别影像与无分别影像，是从能缘的角度来安立的。有听清楚吧？那我们接着呢，再往下看，看原文。就所缘境立事边际，此有2种，如云：唯尔更无于事，是尽所有是边际性；如云：时而非住于性，是如所有是边际性。其尽所有性者，谓如于5蕴摄诸有为，于18界及12处摄一切法。四谛尽摄所应之事，过此无余。如所有性者，谓彼所缘实性真如理所成义。那么呢，从所缘境的角度安立的呢，就是事边际性，也就是呢事物的边际。事边际呢有2种，第一种是呢仅止于此，没有其他的，就是尽所有性的事边际性。第2种呢是只会如此的存在，不安住于其他本性，然后这是如所有性的事边际性。那么其中的尽所有性是指什么呀？就是指5蕴中所含摄的一切有为法，像18界、12处中所含摄的一切法，四谛中含摄的一切所知的事物，除此之外呢，就没有其他事物。那么如所有性呢，就是指这些所缘的真实性与真如，由正理所成立的这个意涵。好，我们接着再往下看。就果安立所作成办，位于如是所缘影像，由奢摩他毗婆舍那缘彼作意，若修若习，若多修习，由是之理远离各自粗重，而得转依。那么从果的角度安立的就是所作成办了，也就是呢成办了目的。这里的所作呢就是目的的意思。那么什么是所作成办呢？以奢摩他或毗婆舍那缘着这些所缘影像的作意，透过修习串习，然后多次的熟习的这个力量，得以脱离了各自的粗重，然后完成了转变。一般而言呢，转依呢就是指转化自身的状态或改变自身的状态。像月格西曾经解释说，将不好的转变为好的就是转依。比如说从9住心的第一住心到第2住心，就是从第一住心转依到第2住心。这里的转依呢，是指从粗重的状态转换成远离粗重。在四家合注里边，圆光大师也有解释说，所作成办是指透过串习所缘而生起了什么清安。那么从成办果的角度来安立的话，4种周遍所缘不是超出后面提到的所缘之外，并且呢涵盖了一切所缘。以上呢我们就学完了4种所缘当中的第1种所缘，就是周遍所缘。周遍所缘有4种，有分别影像、无分别影像、事边际、性、所作成办。前2者是从能缘的角度安立，事边际性是从所缘境的角度安立，而所作成办是从果的角度安立的。会觉得复杂吗？然后其实呢会有一些新的我们没有听过的一些词。那么呢我们为了修订呢要去了解这些，因为我们有能学习的能力，所以呢对于经论呢不要觉得
害怕，一看到很多陌生的词就害怕了。然后一遍一遍的熟，一遍的变得熟，就像交朋友一样，他是一个可亲可敬的，会给我们带来很大利益的好友。那我们就多去熟悉，多去熟悉，久了之后就自然变得亲切，然后变得没有那么陌生，然后就变得就是总在眼里，总在心里。所以对于这些呢，大家不要感到复杂，好好的努力。谢谢。